仙庭新任神女，因为我和神尊大人走得近，处处为难我这个杂役仙娥。她说自己血脉高贵，只有她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神尊大人。可是她哪里知道，我也有神女血脉。我隐瞒下来是因为发现了仙庭的秘密。神女现在多高傲，后面哭的时候就有多惨。神女降世那天，会降下千年难遇机缘。于是同为杂役仙娥的紫雪，她邀我同行。阿姐，神女降世了！听说3位神尊会在洛神台边布下恩泽，哪怕沾上一星未好，对我们也是无上的好处。阿姐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神女降世，这是整个仙庭的喜事，想来神尊也能体谅，不会与我们计较。神女吗？她不知道，或者说这满仙庭的人无人记起。我的身上也流着神女的血脉，可我还是去了，不仅仅因为紫雪无视我的拒绝强拉上了我，也因为我心中有个念头，隐隐约约的，我能感受到洛神台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。等我们到的时候，洛神台的周围挤满了无数仙人，他们跪在地上，虔诚至极的拜着。乌泱泱的一群仙人中，唯有3人站立在最前方，他们是整个仙庭地位最尊崇的3个人。我和紫雪一同跪在了最外层，不知道等了多久，突然听得前方有一道难掩惊慌的女声响起。只见洛神台上的光团散尽，一位女子从中显现出来，想来这就是降世的神女了。这神女的现身，空气中香气更浓郁了。那位神女似乎是被眼前壮阔的人群惊到，下意识的眼唇惊叫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凌云神尊抬手，一尾月白色的小鱼落在从他的指尖游曳到神女的脚踝处，而后绽放出柔和的光芒。神女抬头看向眼前的男人，不由得呆住。老天爷，竟然真有这么好看的男人！而我也被神女的容貌惊到，低声呢喃：竟然有如此……谁？我心中一惊，连忙收回目光，低下脑袋，不敢再看。可不知是谁突然从身侧推了我一把，把我推进了那海浪里。凌云神尊看见是我，很是惊讶。怎么是你？哎，我瞧你怎么有点眼熟？我连忙将头埋低，伏地请罪。我看这位姑娘与我有几分相像，或许是因为这个才多看了我几眼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不若仙人，就饶过她这一回吧。看在神女的面子上，就饶你一回，罚你去神女宫中伺候神女。伺候？你是神女，与我们3人一样位列神位，比他们的身份都要高。3位神尊一前两后，簇拥着神女从众人中间穿过。我远远地追在后面，在路过最外围时，一双手从旁伸出，攥住了我的衣角。我低头看去，只见紫雪仰着后怕不已的小脸，面上满是歉疚。阿姐，我刚刚是太害怕了，不小心才碰了你。我知道。那就好，我就知道阿吉你人最好了，肯定不会。你是故意的。你从入上清宫的第1日起就不喜欢我，想要赶走我，今日也是故意陷害我，想要神尊惩罚我。现在你如愿了。是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喜欢神尊？是，这满仙庭哪个仙娥不爱慕神尊？锦书，你平日里装的冰清玉洁，可我却看到你好几次都是半夜从神尊的寝殿里出来。我去神尊寝殿是因为……可紫雪听不进去半个字，只是目逼视着我。锦书，你敢以血起誓，你和神尊之间没什么吗？我不敢。我与凌云之间不是紫雪想的那样。正当我绞尽脑汁的想说辞的时候，凌云的声音突兀的唤我。锦书，我不敢再停留，慌张的离去。那日我和紫雪之间的争辩，不知怎的被传了出去。一个小小仙娥的爱慕之心太过寻常，众人也不过当个乐子，一听而过。可我偏偏曾是上清宫的仙娥，偏偏在凌云神尊座下侍奉千年，偏偏今日众目睽睽之下，凌云神尊目光落在我身上时的神情有异，偏偏我又不敢以血誓证明清白。于是这爱慕之心传着传着，便传成了一段跨越身份与地位的旷世奇恋。乘着神女降世的东风，这段神秘暧昧的桃色故事很快就传遍了整座仙庭，就连空寂千年、才起人烟的神女宫也未能幸免。锦书，外面都在传你是凌云的情人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乖顺地站在神女的身后，一下一下推着秋千。不是。那你当时为何不起血誓？若是神女需要，
我可以起誓。仔细看的话，我和你真的很像呢。该不会是什么烂俗的替身梗吧？罢了罢了，起来吧，我可不信什么誓言。在我的老家，起誓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哦，不对，你们是神仙，不用吃饭喝水。神女，你也是神，也不用吃饭喝水的。不，我们不一样的。心中明白两人确实不同，自己只是个灰扑扑的仙娥，而神女明媚鲜艳，受整个仙庭喜爱。这几日，由于神尊们的频繁邀约，神女格外的繁忙，也格外的苦恼。阿锦，你说我要选谁好呢？凌云长得好看，地位又高，都是神位，可凌云却能凌驾他们两人之上。严华长得粗犷了些，可我听说他比凌云的神力还要高上不少，是天道钦定的战神，性子也霸道。我要是再年轻个几年，不得被他迷死？我看着神女精致的脸庞，面露疑惑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对，像。”我疑惑的出声，觉得这位神女还真是与众不同。你想对他们施展幻形术？嘘，就是神女的意思啦。这是我老家那边的叫法，你们不懂。我笑了笑，又重新低下了头，在心底默念着仙庭烙印在众仙灵魂里的规矩。我到底该选谁呢？阿姐，如果你是神女，会选谁呢？我会选炎华神尊。我的声音很轻很低，却已叫神女瞪大了眼睛。你刚刚说谁？为什么？神女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，可是我却又闭上了嘴。恰在此时，凌云神尊月白色衣袍在宫门前闪过。神女在和这小屁子说什么？聊得这肯这样开心。神尊刚刚问我与阿锦在聊什么，倒也没什么，只是姑娘家闲话。问一问阿锦，若是我，是会选择神尊，还是炎华，亦或是修勇？哦，那你是如何回答的？我身份低微，不能与神女相提并论，更不敢妄言神尊。哦，阿锦选了炎华呢。我听说阿锦曾在你的上清宫侍奉1000年，却不选你这个旧主。凌云，你是不是苛待过阿锦？神女是仙庭内身份血脉最尊贵的女子，理应与最好的男子相配。炎华的确不错，可惜只是一介莽夫，不懂得怜香惜玉。若是神女看不上在下，性子温柔的修勇或许更为合适。我宫中养出了一株双生3钱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神女今日的话已然替我惹恼了凌云神尊。按照规矩，我很快就会受罚，可一直到天黑也无事发生。忽然，一股熟悉的神力从外面冲了进来，化作一只大手，扼住了我的咽喉。现在知道怕了。顺着凌云神尊的目光，我这才看到他身后床榻上躺着一个人。我看看昏迷不醒的神女，又看看已经张开手准备等着我侍奉他宽衣解带的凌云神尊，心中有了猜测。我心中惊惧，犹豫再三后，开口劝说凌云神尊：“神尊，您不必如此着急。你这是在为他求情，你可别忘了，本尊才是你的主子。”奴不敢。神女心悦神尊，若是能得他心甘情愿，血脉成嗣定会更顺利。1000年都等了，神尊难道还怕再等一时半刻吗？既然你为他求情，那就把你自己赔给本尊吧。锦书，别妄想在本尊的眼皮子底下玩花招，若是坏了本尊的好事，可别怪本尊翻脸无情。我不敢。去侍奉神女吧。见四下无人，我便溜进了神女所在的侧殿，没想到在这看到了紫雪。紫雪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紫雪似被惊醒，转身冷冷地看着我，她的目光将我上上下下都打量了一遍，最后定格在我脖颈间的一处青紫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神女，这是炎华神尊遣人送来的，里面是炎华神尊特意从无匪湖带回来的净水，可以滋养神魂，是不可多得的宝贝。咦，我的头上怎么有一株欢圈花？因为您是神女，身体里流淌着神位的血脉，这净水可以照应出神尊的半生物。炎华神尊此次去无法湖，似乎受了不轻的伤。神位都有半灵物，我是寒驼，那凌云他们又是什么呢？凌云神尊的半灵物是一尊玉，炎华神尊是一柄剑，修勇神尊是一尾鱼。这样啊。探头望去，见净水面上不仅倒映着神女头上的帆臀，还斜卧着一只玉兰花。那这只半开的凤凰花
又是哪位神尊的？神女双眸震惊瞪大，指尖微颤，她抬手掐诀，空气变得燥热，有冰凉的东西贴在我的眉心。我抬手一抹，指尖沾了一丝红。你也有神女血脉？我咽了咽喉，没有否认。我的母亲也是神女，只不过她比你早了万年降世，早已香消玉殒了。你是神女后人，怎么会？神女诞育子嗣众多，留给我的血脉传承太过稀薄，自然不能与您相比。又生来体弱，这丝微薄的血脉也不过是支撑我苟活而已。阿锦，你一直在若有似无的在我面前为炎华说话，而阻拦我接触凌云，为什么？我刚说了一个字，眼前浮现出凌云幽深的眸子。神女看出了我的为难，止住了话头。因为血脉里的那份亲近，神女总算是把我的话听进了心里，也尝试着与我极力推荐的炎华神尊接触。这一日，神女与炎华散心回来后，便一直叹气。阿锦，你不能说凌云的坏话，但总可以说一说炎华到底是哪里好吧？我真的有很用心去发现炎华的好了，可是他就是一个不懂风情的莽妇。我听他说，连上次无匪湖的净水也是旁人给他出的主意。要不我还是去多见一见修勇，他温柔多情，能言善谈，很会讨人喜欢。望着神女眉眼间的欢愉，原本到嘴边的话又被我咽了回去。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修勇神尊连这个也告诉了他。你竟然敢骗我！原来你不仅仅是神女后人，还差一点就入神女宫。就连你在上清宫也不仅仅是做仙娥，而是由凌云教导如何承袭神女的天命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在上清宫是因为……所以你是怨恨我的出现阻碍了你成为神女的路，是嫉妒的出现得了凌云的您的青眼，才如此处心积虑的接近我，取信于我，然后又暗中挑拨我和凌云的关系。不是的，我是真心。阿叔，你被神女赶出来了，你若是无处可去，我可以收留你的。阿叔，你知道的，我的燕之宫永远为你敞开大门。神女到底是心有不忍，想听一听我的辩解之言，没想到正好撞上了修勇神尊的这一番深情告白。我的神力低微，无法腾云驾雾，一息千里，只能一步一步地往神女宫的方向走。可我还没有赶到神女宫，便被一股强大的神力包裹住。几息过后，我已经身处上清宫，而凌云神尊则衣裳松垮地从里间走出来。你进去侍奉神女吧。言毕，自我身侧离开，只余一缕香气在我鼻尖萦绕。我嗅了嗅，是番番的香气。我推开了里间的门。锦叔，凌云已经知道你在背后的那些小动作了。他本是要将你打入无间牢狱，日日承受雷劫的。是我念在你与我同出一源，为你求情，叫你仍旧在我身边洒扫是非。我一脸平静地站着，神女却微微皱眉。你不是要跟我解释吗？你说吧，我想听听看。可我却不想说了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。恰在此时，凌云神尊已经清理好身上的痕迹，再次迈步走了进来，将神女揽入怀中。怎么了？神女不知为何也没有说话，她的眼神在我和神女身上转了几个来回，脸色骤然阴沉。季叔，本尊往日是不是宽纵你了？竟然敢屡次三番在背后诋毁本尊，挑拨本尊与神女的关系！不知过了几日，我睁眼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身上是新换过的衣裳，就连伤口也已经包扎好了。曾经的暗疾旧伤都不痛了。你醒了，别动，别动。这是本尊的巫下功，不错。身子虽然弱，但恢复能力倒是很强。锦叔多谢神尊出手搭救。是吗？你要怎么谢本尊？本尊听说你一直在神女面前为本尊说好话，上次也是你假扮修勇给我出主意，投神女所好送她礼物的吧？我是神女宫的人，自然事事为神女着想。你倒是心善，可神女似乎并不领情啊。其实与其劝一个不懂感恩的蠢货，倒不如为自己考虑考虑。你的身上也有神女血脉，你本也有机会同她一样。锦书仙子，本尊能护得住。如此，便多谢炎华神尊了。我抬头看向炎华，炎华神尊望着我的眉眼，竟有一瞬间的失神愣怔。在炎华神尊愣怔的瞬间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了他的灵海，化作春水包裹住他的魂灵，屋内瞬间弥漫起浓郁的花香。炎华神尊薄唇微颤，发出一声战栗的低哼。很快，炎华神尊的眼神恢复了清明，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臂。放肆！道神尊不是这个意思，竟是锦书会错。炎华神尊一时语塞，脸色变幻不定。不是，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还是锦书不是会错了意？炎华神尊哑口无言，嘱咐了几句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就这样，我在炎华的庭院中自由走动，伤势也早已痊愈。抬头看着天空，感受着久违的宁静，身上散发着炎华神尊的烙印气息。夜间，我倚靠在榻边，忽然闻到了一丝欢间香气，神智瞬间清醒，本能的将炎华的魂灵驱赶出去，注视着面色红色、浑身是汗的炎华。锦书，怎么了？炎华，你碰过他？抱歉，下次不会让你察觉。炎华起身下榻，大踏步的离开了。我安静的坐在榻上，听着脚步声远去，泪水无声的从脸颊滑落。擦干眼泪后，缓缓起身，眼神变得坚定，向外走去。我来到上清宫门前，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，将我拦住。站住！我凝了凝神，认出了来人。紫雪。别，未来的神尊夫人，我可当不起您这一声称呼。我可没有您这样的好福气，眼看着巴望不上凌云神尊，就能立刻爬上炎华神尊的床。别费功夫了，凌云神尊今日带神女去拜访友人了，你是见不到神尊的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是神女吗？为什么要像对待一个妓女一样对待我？不是你的错，是他们骗了你，是他们的错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什么？神女愣住，重重的点头。我伸手抱住了身子，冷风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。我抱着神女落地于一处宫殿前。神女抬起头，看着牌匾上的字。残红宫，这是哪处宫殿？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我扯了扯嘴角，眼底流露出悲伤，牵起他的手穿过几境。神尊、道歌神尊、无望神尊、凌云神尊、修勇神尊，一道道微弱的女声缠绕在殿内，神女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到腿软。他们是谁？曾经的神女。他们面上神情迷糊，眼神空洞，显然是认不清人了。什么？在神女疑惑的目光中，我缓缓解答了她的疑问。她们都是神女，或者说，是曾经的神女。神女显然很震惊，目光从她们面上一个一个的看过去。她的身子越来越颤抖，面色也越来越苍白。什么？在我的沉默中，神女抬手咬破了指尖，殷红色的血液从她的指尖滴出，在空中化作了一片一片方正花瓣。在神女破碎的目光中，那片片花瓣都化作流光，落入了每一位女子的眉心。神女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，这些女子与她同出一源。神女降世，天道神女，要用神女高贵的血脉来延续神尊的传承。这仙庭中从来不止你一位神女，他们都承担了天道给予他们的责任。可神尊何其强大，他们的子嗣非是神位不可孕育，是因为他们的子嗣会吸收母亲的精气，非是神女血脉无法承受。他们都是神力血脉被腹中胎儿抽干之后，失去利用价值，被丢弃此处自生自灭的神女。我牵起神女的手，穿过他们，走到种满了奇花异草的后院。不止他们，这里有更多的神女。在哪里？神女望着空荡荡的后院，不明白我的意思。地下。随着我的声音落下，原本安静的落针可闻的院子忽然卷起了风。他们都死了。神女的目光落在面前数不清的花朵上。她去过仙庭的藏书阁，那里记载着自神祖开天辟地以来，仙庭存在也不过50万年，1000年也是谎言。你就没怀疑过吗？为什么同在神位，3位神尊的神力可开山填海，而你却空有尊贵血脉，无一丝战力？而神女的天道责任，竟然只是神尊诞育子嗣，延续传承。我知道你不是此间人，你看过和这里不一样的风景。抛开神女的身份，你觉得这正常吗？神女苍白的唇抖了又抖，半晌才能发出声音。他们都经历过我这样的事吗？又或者说，我正在经历他们曾经遭遇过的什么？
是也不是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和你一样从天而降，受到所有人的喜爱和追捧，尤其是当时的神尊，也有比你更悲惨的。辗转多次之后，被认定神女身份有假，成为整个仙庭的罪人，人人都可欺辱，人人都可践踏，最后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。他看明白了，我看着他，又像是透过了他。所以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和我的母亲很像，其实我本不该活下来的。我和凌云是双生兄妹，他继承父亲强大的神力，而我只恨去世外生灵，也在吞噬着我的生命。为了我，他献祭了自己最后的生机，换取了我活下来的机会。做交换？与谁做的交换？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只听到母亲唤他系统，而你身上也有系统的气息。他在哪里？在你的灵海里吗？可我没有打算给他逃避的机会。在他退后时，我果断地伸出手抓住了他的胳膊，把他往身前一带。双目对视的一瞬间，我的魂灵钻入了他的灵海大里。出乎意料的，他的灵海狭窄薄弱的可怜，只有一个虚弱的闭着眼睛的魂灵，甚至还踢醒了他的魂灵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头突然好痛。想来凌云并没有指导过他一分一毫神术，所以他不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。我上前一步，手指轻抚过他的眉心。他在哪儿？我也不瞒你，我的确是异世之人，大概率和你的母亲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也的确有系统。只是我的系统自从我落入这里之后就一直没有反应了，无论我怎么呼应都没用。没关系，你只要把它交给我就好。我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的眼睛，确定他并没有说话。一个桃红色的半透明光团在他的掌心渐渐显形，我盯着这团看不出形状，这就是系统，辨不出雌雄的不明物体，充满了质疑。你费了这么大心思找他，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出乎意外的是，系统竟然对我没有半点排斥，就这样被我握在了手中。就连神女也十分诧异，他好像我也不解其意，只是遵循本能的将它拢于掌心，驱动着身体里母亲留给我的力量，缓缓注入其中。随着神力的不断侵入，我掌中的光团在不断的吸收，颜色也在慢慢变深。我能感受到它在慢慢苏醒。待我身体里的神力接近枯竭时，掌心的光团变成鲜艳的正红色，凝成实质。渐渐了，红色的光芒中，小团子画出了一张小孩子的面貌。它从我的掌心飘起来，凑到我的眼前，左看右看。咦，你是谁呀？我的宿主呢？你长得和我宿主好像啊！我在心头遭磨着宿主这两个字，猜测这应当就是小团子对神女的称呼了。系统，我正要说话，神女也出声唤道：“宿主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了呀？我失去你消息好久了，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你。我们离开的太久，他们恐怕会找过来的。你们就先不要叙旧了。你先告诉他，你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吧。”我从天而降到了洛神台，继而被奉为神女，然后与3位神尊，还有……宿主，你这是被骗了吧？什么神女，什么天道，什么血脉使命，这不就是拐卖女子、编织谎言，强迫你给他们生孩子？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神，最擅长的就是欺骗！我皱起眉头，对他的说辞有些不满，张口想要补充他刻意略去的部分。什么？这已经够了。果然，在我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之后，小团子连犹豫都没有犹豫，便化作一红色的流光冲向我。随着流光完全没入我的身体，我清晰地感受到身体内原本干涸的神力又重新充盈，某些潜藏在我血脉中的力量也迫不及待地奔赴了新的神力。这种神力与母亲留给我的力量散发着相同的气息。锦书，你竟敢拐带神女出逃！神女，锦书仙子素来仰慕凌云而不可得，所以无论她和你说了什么，你都不要信。她都只是要挑拨你和凌云之间的关系。别忘了，锦书仙子曾经离神女之位只是一步之遥。挑拨我和凌云神尊的关系，在他把我送上炎华神尊床的那一刻起，我和凌云神尊的关系还有任何人的挑拨吗？这是天道赋予你的责任，凌云心中也是不舍你的。只要你成功诞下神嗣，就可以回到凌云身边，到时候你还是高贵的。够了！你们究竟要用这套说辞残害多少人才肯罢休？天道有灵，又怎么能容忍你们这等牲畜不如的东西苟活于世？锦书，若不是看在你是……不必看什么了，
今日不是你们死，就是我活！我冷喝一声，手掌扬起，刚刚融入我骨血当中的神力瞬间从掌心中爆发而出，直直的冲着凌云和修影的面门而去。见我敢真的动手，修影的面上浮现出不屑的鄙夷，抬手拉着凌云后退，示意他身后的一帮仙将上前。在他心中，我并不配与他一战，而听从他的指令向我发起攻击的一众人等也是同样的想法。他们面上的轻视是那么明显，甚至穿在最前排的仙将们将所有的力量都化作了箭雨朝我攻了过来，而没有开启任何的结界。巨大的光芒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，如一头凶猛的猛兽朝他们扑过去。猛兽张开嘴巴，所有人甚至都来不及反应，就被那张血盆巨口吞噬了进去。也唯有凌云神尊和修影神神尊的神力高强，在那猛兽扑过来的瞬间支起了护盾，护住了自己以及站在他们身侧的寥寥几人。这一次，我的深情命运比刚刚更大，旋转得更快。这一击，定要你灰飞烟灭！那光团也从一开始的月白色，渐渐地渗出丝丝红色。这股力量，我们挡不住了！我凝着他们二人的眼睛，冷冷的自唇瓣里呼出而去。与此同时，我手中的光团也从掌心脱手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，如海豹一样的向他们二人所在的方向砸去。凌云和修勇急忙运起神力抵挡。我在半空中抬起胳膊，一点点的扭转手腕，让他们勉力撑起的护盾一寸一寸的逼退。奇妙的撞击声响起，光团和神力化作一片片碎片，飞扬在半空中。凌云和修勇狼狈地跌坐在地上，睁大的瞳孔中盛满了惊骇之色。在他们逐渐侵略的平淡面色中，我眯起眼睛，伸出手指，看见一片火红色的衣袍闪过，炎华从天而降，是炎华神尊。炎华的到来，简书，你过火了。炎华神尊可是整个仙庭战力最强的存在，是有大气运护身的上神。不管锦书是用了什么妖法打败了凌云神尊和修勇神尊，他的伎俩在绝对强大的炎华神尊面前都是不够看的。锦书，闹够了就收手吧。难道本尊对你不够好吗？你被凌云赶出来，被修勇抛弃，本尊都不嫌弃你，收留你，给你一份，让你不用像个奴婢一样伺候别人，受人白眼。你今日这样做，置本尊的颜面于何地？少废话！我直接再次运起浑身的神力。哎，简书，你还真是不乖。怎么了？你是想要替你身后的那个神女出头？你若是真的心疼她，与本尊好好说，本尊也愿意为凌云神出面将她讨要过来，与你做个奴婢也不是不行。只要你发生的愿乖乖与本尊回去，本尊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不可以，神尊，他杀了我们这么多人，绝不可以放过他！一道明黄色的流光从炎华的指尖飞出。妖女，她是妖女，妖女她蛊惑了神尊。一声起，众声应，不少人看着炎华的表情都变了。锦书，本尊可以为你扫清后顾之忧，这就是本尊给你的诚意。我沉默地站着，面上没有一丝动容。刚刚炎华神尊打散我掌心神力瞬间袭来的威压，让我险些膝盖一软，跌坐在地。若不是神女上前一步撑住了我的后背，我此刻恐怕已经跌落在地了。刚刚那一瞬间的交锋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绝不是炎华的对手。原来还是不够吗？娘亲只说神女身上的系统能给力量，却没说这力量未必敌得过天道认可的战神。满心愧疚，无法将她带离之处污蔑。对不起。这种眼神让锦书感到无比熟悉，就像娘亲消散前看着自己，慢慢趋近于透明。娘亲，我觉得好累，好苦。简书，你这垂死挣扎的样子，真让我着迷。他不断地释放着小鱼，从一开始的2条、4条、8条，慢慢地增加着他打出的神力，而得以有喘息之机的我，恢复了少许神力，一一抵挡了下来。见此，游刃有余的炎华唇边的笑意更甚，眸中的兴味溢满。他的攻势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急，似乎都要找到我神力的边界，在慢慢的缠没、吞噬我的意识，直到我彻底献上我的灵魂。是的，我刚刚是故意说那些话的。以我对炎华的了解，他是一个占有欲极强又极其自负的人。你身上怎么会有他们的气息？凌云！
在我同意留在他屋下宫的那一刻起，他在心底就将我打上了所有物的烙印。你是在以这种方式窃取我们的神力？这个所有指的不仅仅是肉身，还有灵魂。即便是我做出逾矩的行为，即便他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彻底俘获，可他骨子里的自负会让他选择用折磨人的方式碾压我的自我，直到我彻底屈服。所以，在我彻底认输之前，在他游刃有余的前提下，他更愿意以逗弄猫狗的姿态来逗弄我、折磨我、凌虐我，而不是杀死我。你不能杀我！锦书，拖住他！系统说他有办法。那重荣从那种急剧的放弃边缘被硬生生拽了回来，眼神中重新燃起一丝微光。锦书，别放弃，我不想死！天华，你太自大了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说你要收留我，你说你要给我名分，你说你要为我扫清障碍，我就要成你的情吗？若不是我神力居你之下，我一时一刻都不想待在你身边。烟花，我天生神力被剥，费尽心思也抵不过你被天道天爱，这是我的命。可是我不服，我不甘心。他没有立刻用磅礴的神力轰碎我，而是冲着我打出一尾小鱼。明黄色的小鱼飞到我的面前，我下意识地抬手抵挡，神力还没有成型，那尾小鱼就已经化作水雾消散。严华似乎是从我的反应中找到了逗弄宠物的乐趣。凌云姿态闲散，他的神力是散发出点点星辉的月白色。哦，为什么？严华看向我的眼神中，再不复往日的温柔，而是充满看蝼蚁一样的戏谑。我的手抚上小腹，因为我腹中已经有了神死。修影快步赶住我身边，拦住了严华的同时，也捏住了我的手腕。我抬起眸子，却不是看他。他没有撒谎。灵儿，对不起了，母亲不能带你离开，还要让你承担母亲的使命。严华拂开挡在我面前的修影，双眸直视我的眼睛，动用神力绞杀我的灵魂。他要我死，他只要我死。那又如何？没了他，不是还有神女吗？我的眼前逐渐模糊不清，清楚地感受到我的灵魂在一寸一寸的碎裂。就在我濒临绝望的时候，一股暖流从我的腹内流出，带着柔软的温度迅速流转至我的全身。我的女儿，我的神智渐渐清明，眼前浮现出一个婴儿的模样，冲我咧开粉嫩嫩的牙床。一股泪水不受控制地从我眼中滚出。可他此刻正在我眼前慢慢地消散。我的女儿果然继承了母亲的秘法，吸收了我腹内的另一个生命，连同她的内法一起献祭给了我，支撑着我。来不及伤心，系统的声音在我的耳边炸开，一瞬间，巨大的力量从我们的身体里爆发出来，冲向银华。大家的力量。一瞬间，巨大的力量从我们的身体里爆发出来，冲向银华。严华猝不及防，被这股力量掀翻在地，暴怒的话语来不及出口，一口鲜血先涌而出。严华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血迹，不可置信地呢喃着：自他诞生以来，相继击杀了数位神尊，稳坐战神之位多年，怎么会被两个他并不放在眼里的蝼蚁击败？不可能！不等他想明白，我手中幻化出来的敌手已经贯穿了他的脑袋。你也该尝尝这滋味。你疯了！天道不会放过你的，天道惩罚会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的是你们。我与神女没有说话，任由体内的力量源源不断的涌出，扩散到仙庭的每一处角落。我与神女，哦不是董寻雪对视一眼，一个不留。直至仙庭内部全之洞口，血味粘稠厚重到几乎凝成骨头，所谓的天道也不曾出现，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结束。传承至今的天道，连凌云他们自己恐怕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，却从出生开始就成为他盲从的信徒。天道
在哪儿呢？沉寂的系统光团从我的体内飞出，包裹住董寻雪的身体，恢复了她身上的伤痕，声音不再跳脱，而是充满了慈悲的温柔。宿主，我送你回去。那是真正的温柔。董寻雪却看向了我，眼中有迟疑。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，去看看你母亲生长的地方？我摇了摇头，弯起笑意。我没有告诉他，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。亲眼看着他们的身影在洛神台上隐去，我拖着沾满血迹的脚印折回。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。仙庭内到处都是血迹和残骸，活下来的只有仙娥，少数年岁大了没有战力的仙人，以及尚且无知无觉的孩童。这是你们欠下的血债。带着成串的仙娥，我搜遍了仙庭每一处物舍，砸烂了每一扇大门，打开了一处又一处的地牢，放出了一个又一个奴婢。你们自由了。终于有人认出来，那些被放出来的奴婢中有他认识的人。阿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是溺水而亡了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就是你们奉若神明的仙庭真相。不要再天道的傀儡。你们的人生属于你们自己。我吸收了足够的神力，打通了洛神台的通道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脱胎换骨的人。母亲，女儿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起风了。